感觉自己有点不对劲儿，但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甚至连自己的家人都容不下自己。这可能是因为一个人的成长方式，也许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每个人的感觉很重要，内心的小孩可能还在受伤、沮丧，孩子们应该被爱、被保护，被引导到正确的方向的。每个孩子都应该得到爱和归属感，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这种自我意识。承认痛苦是治愈的第一步。那么，为了帮助这样的小伙伴和他们自己的康复之旅，这支影片就来说说内心的小孩是不是仍然在受伤和心烦意乱的迹象。一、去个性化或去现实。有没有小伙伴经常觉得自己像个冒名顶替的人，好像自己真的在场，但就像是在从远处看着自己的生活，没有完全与自己、世界或周围的人联系起来？这些都是去个性化和去现实的症状，是精神分裂的状态。换句话说，就是精神上的逃避。有研究表明，这种去个性化与童年时期受到的虐待有关。有个受伤的内在小孩，可能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活在一个虚假的自我中，或者自己的生活没有活力。二、爆发力。大家都知道每个孩子是如何成长的，他们会因为最小的事情而发脾气、哭泣和愤怒。有个受伤的内在小孩可能会让人做出这样的反应，而长大成人后，也许经常被其他人指责反应过度，甚至可能也会对自己生气。这些所谓的过度反应是由未解决的伤痛或痛苦引起的。经历了这种情况，可能会引发深层的反应。不管是多大年纪的人，比如如果有人经常因为别人不注意自己而生气，当一个人作为一个孩子，可能会感觉被忽视，但这不应该成为保持这种状态的借口。如果这个人的情绪波动经常发生，那么可能需要进行心理健康检查。继续看下去，不要忘记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三、创意受阻。艺术家只是拒绝放下蜡笔的孩子，但是那些蜡笔被强行拿走的孩子会怎么办呢？众所周知，孩子们经常喜欢创造性的活动，毕竟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天生的孩子般的想象力和冒险意识。所以，如果有小伙伴经常发现自己面临艺术障碍，或缺乏动力和灵感，很有可能自己小时候就被压抑，无法表达自己。这听起来可能违反直觉，但艺术本身可能就是有人需要的治愈方法。可以开始画画、唱歌、跳舞和做其他创造性的活动。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人和他们内心富有想象力的孩子联系起来，不要想太多的压力，自由地表达自己。四、关系紧张。内心有个被忽视或心烦意乱的内在小孩，会很难与朋友和家人建立健康的关系，这就可能会导致家庭关系紧张，感觉到被拒绝、被批评、被排斥，甚至陷入情感依赖的关系。因为自己内心的小孩不会感觉到平静，一些内心沮丧或怨恨的感受可能会导致不断与周围的人争论和被他们误解。五、总是寻求别人的认可。当别人认可你的时候，你会感觉更好，但一旦这种感觉停止，你会再次感到空虚吗？当我们谈论寻求认可时，就像自己内心的小孩，总是从别人、自己的朋友、家人或同学那里求赞、求喜欢，这源于对你做得很好，或我喜欢你本来的样子这种话的强烈渴望。这种渴望可以追溯到一个人更年轻的时候，那时需要很多的爱和照顾。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反馈，那么内心的小孩现在可能仍然感到有点不确定。所以，如果有小伙伴发现自己经常落实别人是否喜欢自己所做的事情，那是因为自己内心的小孩希望感受到被接受和被爱。为了解决不断需要被认可的问题，试着自己承认并欣赏自己的成就，培养自爱，庆祝自己的胜利，无论大小。记住，你本来就很了不起，你的价值并不仅仅取决于外界的认可。六、退行性应对行为。有时候，当事情变得艰难或势不可挡时，有的小伙伴可能会注意到自己在做小时候喜欢做的事情，比如玩旧玩具、看自己最喜欢的童年节目，
或者做一些熟悉且能安慰到自己的爱好。这有点像在自己的过去找到一个舒适的地方，来逃避成人的压力和责任，这很正常。但如果发现自己通过逃避成人任务和责任，回避到更简单的岁月里，那就要警惕了。这可能是个问题，虽然回到过去寻找安慰是可以的，但重要的是要在面对挑战和责任时保持平衡，与其逃避，不如找出自己内在小孩受伤的原因，并给予他所需的爱和关怀，了解痛苦的根本原因，可以让人用同情心来处理它，并培养自己内心的情感健康。7. 难以信任他人。如果有小伙伴在自己的童年被自己深深信任的人，比如照顾自己的人或亲密的朋友，违背承诺、欺骗或操纵，这些经历会造成持久的无法治愈的痛苦，并会持续到成年。尤其是当我们压抑他们的时候，如果这些感觉都没有得到解决，当内心的小孩感到受伤和沮丧时，他会竖起一堵墙，让自己很难信任别人。认识到自己内在小孩为什么不高兴，是治愈的第一步。理解这些感觉背后的原因，可以有助于提供所需的关怀和支持，为自己的内心带来安慰和治愈。小伙伴们有这些迹象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让我们知道。治愈似乎很困难，也很累，但开始治愈这个破坏性链条的最重要的方法是承认自己的内在小孩，并倾听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可以看看影片，可以开始照顾自己受伤内在小孩的5种方法。感谢收看，下支影片不见不散。